我在严重的时候，这些症状都会有，这些症状会一次涌上来，让我觉得我好像对生活失去了掌控感一样。但是我在任何社交场合或者是 social media， 我都是始终笑着，就好像这一切都不存在一样。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ly， 欢迎来到我频道。今天这一集呢，我其实是想要跟大家很坦诚的聊聊我个人高功能忧郁症以及高功能焦虑症的个人经历。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前几周因为身体的因素，然后我的影片停更了。然后我当时就有发出一则贴文，就是跟大家讲说，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宣布，由于我旧疾病复发，而且状况相当严重，所以我本周 YouTube 影片会停更一次。然后我也跟大家说明，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遵守着我每个礼拜都要准时上片的原则。然后在资源非常有限的状况之下，我还是会每周准时的上片。那我这一篇文章发出去之后，也有收到很多人的鼓励，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其实我在发这一支影片之前，有想过这一支影片可能会为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例如说被贴标签，尤其是当大家只能够透过网络来认识片面的我的时候，也许我在这里讨论我的疾病，可能之后这个标签就会跟着我。第二个可能是我的工作能力可能会被质疑。我之前也的确被某一位前主管说，你出去不要跟别人说你有忧郁症，你这样谁敢用你？但这里我想要为自己辩驳的是，我是高功能忧郁症，我可能比一般人还要更聪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很玻璃心，或者是抗压性不足，但是其实这个疾病可能会跟基因跟遗传有关，这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对，这我等等在介绍的时候也会再加以解释。然后第四点是，可能有一些跟我不熟的网友可能就直接退追 unsubscribe 吧。其实我还蛮担心这一点的，因为的确就是上周我在精神状况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之下，我还是发出了一支影片，然后就的确是我的订阅数在衰减。但其实我看到有一则留言跟我说，放心，真粉丝不会因为一次断更而退追的，加油。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很感动。确实我想要吸引的是真心喜欢我的人。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的订阅数衰减，我心想 OK， 就是这些人不是我的 TA， 不要放在心上。其实我觉得我最担心的是别人会觉得我不够好或不够优秀，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主题，因为其实我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是要疗愈我过去的创伤，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帮助到一些人。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来带大家好好认识一下这个疾病。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诊断证明书。我是在大概2019年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有忧郁症的，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更早，可能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那之前，我遇过很多很可怕的事，包含被人持刀威胁过、长期的精神凌虐，还有校园霸凌等等。这些内容我之后可以再做相关的影片分享，但我今天想要 focus 在忧郁跟焦虑的部分。为什么我要把高功能忧郁症和高功能焦虑症分开呢？因为这两者在定义上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两者都有。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高功能忧郁症，还有高功能焦虑症。首先，高功能的定义是，其实我们就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甚至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比一般的人还要更优秀，只是我们不会轻易的向别人展现我们的痛苦。我们可以正常上课、正常上班，那甚至在工作或者是学业上，我们可以取得比一般人还要更好的表现，看似一切都非常的正常。就拿我来当例子好了。从小到大，我都是班上名列前茅的学生。在高中的时候，我是以全校1%的成绩毕业，最后录取政大。那在毕业之后，我也都是在大公司上班。我认为在某一些人的眼中，我已经符合成功的定义了。那什么是高功能忧郁症呢？有些专家会认为，高功能忧郁症指的就是美国精神学会在2002年所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修订版中所定义的持续性忧郁症 （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又称 PDD。目前高功能忧郁症这一个词语，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临床术语，也没有被运用在
研究中，但是它是真实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周遭，而且严重一点的话，它有非常大的风险是会变成重度忧郁症的。高功能忧郁症，以下我们简称为 HFD。以下我要分享几点关于高功能忧郁症的几个大家应该要知道的 facts。第一点是 HFD 患者实际上可能会比一般人还要更聪明。根据研究显示，智商可能会跟我们的压力成正比，这可能是人类大脑的演化机制。为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要比一般人还要更优秀。那这个压力可能是这个社会的框架，或者是你的家庭灌输给你的。如果你没有好学历，以后出了社会就会很辛苦。人脉在职场上很重要，你必须要多去社交，多认识一点有用的人脉。毕业之后，如果你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身边的同学都会看不起你。这些都是我真实听到身边的人告诉我的话。为了生存，我们必须优秀，但是在这无形之中，我们又会一直给自己非常多的压力。第二点 ，HFD 患者可能是完美主义者。心理学教授 Steve Huber 在他的文章透露，HFD 的患者可能会过于追求完美主义。我在过去一直把自己定义成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直直到最近这几年，我发现这个世界对于完美主义者的认知偏向负面，所以我才有意识到要逐渐调整它。工作的时候，我会力求面面俱到。我会希望我成为大家心中那个最厉害、最有能力、最闪耀的人，同时我也希望可以成为在朋友心中那个善良的、温暖的、可以沟通的好人。但你知道，这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而这样的不完美会让我非常有挫折感，因为我永远都没办法满意我自己。第三点 ，HFD 患者可能有家庭忧郁史。有医学研究证实，在 DNA 序列上面有某一条基因的人，他们得忧郁症的几率比一般人还要多很多。也有另外一个研究表示，在一等亲内有得忧郁症的人，他得忧郁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84倍。其实我觉得我有因为其实在我的家族有蛮多忧郁或躁郁症状的亲戚，虽然我没有去验 DNA。再来第四点 ，HFD 患者往往宁愿独自忍受折磨，也不愿意求救。这也是为什么高功能忧郁症的患者其实很难被诊断出来原因，因为他们可能会否认或者是不愿意承认，就像他们平常在外表现的光鲜亮丽一样。我算是比较好吧，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咨商了，大概是我高一的时候，然后也有很积极的在寻求医疗协助。再来第五点。HFD 可能会随着时间累积与恶化，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发展成重度忧郁症。因为其实它就是你的压力一直累积在心里，然后累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就会爆掉。所以其实当我意识到我有这个疾病的时候，我就会定期去把我情绪一点一点卸掉，而不是累积到一定的量之后再一次爆。例如说，我现在定期会去咨商啊，或者是找朋友聊天啊，或者是寻求身心灵或者是宗教信仰的慰藉。第六点 ，HFD 可能无法从事正常的爱好和活动。有些 HFD 患者可能会比较偏向去执行一些他们认为义务上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例如说，身为一个好学生，我就必须要勤奋努力念书；身为一个好妈妈，我就要相夫教子，接送小孩上下学，帮他们准备三餐等等；身为一个好的创业者，我就应该要有清晰的思路，有效率的执行每个任务。That's me 但我们可能会对于一般人的休闲娱乐感到有一些罪恶。例如说，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不太能够追剧的人，最近这几年可能有好一点，但是我前几年真的是完全不行哦。就是我在追剧的时候会觉得，哦，好浪费时间哦，这些时间我可以拿来读书，或者是拿来做更有生产力的事情，而不是浪费在这里。我会对于把时间花费在这些休闲娱乐上感到有罪恶感。所以常常有朋友要推我看什么剧，我常常看没有多久就弃剧了。第七点 ，HFD 可能有临床的抑郁症状，例如空虚、悲伤、愧疚、无价值感、烦躁、自杀倾向、食量下降或过度饮食、失眠或嗜睡。我在严重的时候，这些症状都会有，这些症状会一次涌上来，让我觉得我好像对生活失去了掌控感一样。然后我这几天算是食量下降吧，所以我瘦了不少。但是我在压力过大的时候，我是会暴饮暴食的。我从小学时期的时候就会失眠，这几天医生刚帮我换了新的药，然后我发现我白天的时候会嗜睡，害我都不太敢吃那个药。
但是我在任何社交场合或者是 social media， 我都是始终笑着，就好像这一切都不存在一样。关于 HFD 患者，我想要提到的最后一点是，其实这些患者可能会比一般人还要有更多的创造力。根据我查到的资料，像是其实有非常多知名的艺术家、音乐家或者是伟人，他们也都有 HFD 的症状，包含说我查到有 Adele 或者是 Oprah Winfrey， 他们其实也都有这个HFD 的症状，还有我的女神 Taylor Swift， 我觉得她可能也有，就她之前写了一首歌叫做 Anti-Hero， 那这首歌的歌词满满体现了她的 anxiety 还有 depression， 像有几句我觉得特别能够体现这个 HFD 的症状。When my depression works the graveyard shift, all the people I ghosted stand there in the room。忧郁总在深夜里上工，所有被我抛在脑后的人总突然涌现。They come with prices and vices, I end up in crisis。他们伴随着各种代价与恶习，我将深陷危机。I wake up screaming from dreaming， 我尖叫着从梦里醒来。Pierce through the heart but never killed， 即便心已经千疮百孔，却依然活着。我还有查到另外一篇在2012年心理学的研究，它的内容是这么写的 ：Traumatic losses appear to trigger fruitful inner work, mobilizing creativity。意思是我们这些创伤性的损失，它其实是会激发我们的内在潜力，然后让我们更有创造力。Yeah, so we are gifted, right? 谈完了高功能忧郁症，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做高功能焦虑症 （High Functioning Anxiety）， 又称为 HFA。跟你们说，最典型的 HFA 往往都是在我们眼中那些最高效、最自律的成功人士。我们一般认为的焦虑症，可能是对于什么事情都感觉到很害怕，畏畏缩缩、踌躇不前。但是高功能焦虑症不会，他们看起来会很成功、很冷静，从来都不迟到，甚至可能会提早到，然后会把自己梳妆打扮好，然后把衣服烫整，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干净。然后在同事眼中，他们也都是一个优良员工，他们会乐于助人，甚至会交出漂亮的工作成果，甚至会为了请假而感到罪恶，行程一整个满到不行。它跟高功能忧郁症其实也有部分的重叠，例如完美主义，或者是食欲改变，或者是睡眠异常等等的。但这边我想要来整理一些高功能焦虑症特有的症状。第一点 ，HFA 通常都是工作狂，即便我们没有必要工作，我们还是会觉得没办法放松。闲不下来，总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做点什么。就像是我旅行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带着笔电去工作，或者是我休息时间，我还是会一直看书，或者是钻研跟工作相关的知识。第二点，对 HFA 来说，心情焦虑、烦躁是常态。一般人的心情可能大多都会处于一个比较放松、平稳的状态，但我们不是，我们的焦虑跟紧张是我们的日常，而且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即便我们内心紧张，我们还是会保持镇定，因为我们内心常常处于这个状态，而且我们会把这个视为我们的一个秘密，就是想要隐藏自己的情绪，不让别人知道。第三点 ，HFA 容易过度思考。其实往好处想 ，HFA 总是在做最万全的准备，因为不管发生什么状况，我们都会预想最糟的情形。就像是我以前在执行专案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个 A 方案，那我可能就会设想说，当 A 方案行不通的时候，我要有一个 Plan B。对，那身边的人就会觉得我很可靠，因为我总是想到每一个情况。但是其实他们不会意识到，我这样的工作习惯其实是源自于我的焦虑。然后有些人也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自我对话，例如说我刚才是不是这么做会比较好，或者是为什么我刚才会犯这种白痴的小错，或者是我刚刚那样讲话是不是会得罪别人等等的，我们会有一种想太多的倾向。第四点 ，HFA 害怕让别人失望，工作上或人际上都是。我们是以成就为导向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会做非常多的规划，可是我们的内心永远都不会觉得是足够的，就是我们永远都要做更多更多。在人际关系上也是。
我们通常都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想要成为别人的开心果，然后希望可以带给身边的人快乐。然后面对别人的请求，其实我们是很难去拒绝的，因为我们怕伤害到别人，但是害怕拒绝又会牺牲掉我们自己本身内心的需求。第五点。HFA 容易疼痛抽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影响生理，因为心理的焦虑紧张造成的肌肉疼痛。像是我个人的话，我就蛮常有偏头痛还有心悸的。第六点。HFA 容易疲倦、被激怒或受惊吓。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不常发怒的人啦，我总是笑笑的，但我是真的蛮常被吓到的，像是我已经被我家的门铃声吓到好几次了。还有比较容易累是真的，我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非常有干劲，然后一次完成很多事，然后接下来就会迎接下一段倦怠期。那段时间我会什么事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关于 HFA 的最后一点，我们就是没办法停止它。老实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要在平常多放松一点。可是我们的大脑运作就是这样，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已经很习惯让大脑在一个高速运转的模式，然后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让它一直在运作，一直在转动。所以如果到了晚上睡觉时间，它还是这样转的话，就会造成失眠。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做噩梦，真的不夸张，就是这1个月来，我的每一天都在做噩梦。我有一个梦的笔记，醒来之后我就会马上记录梦境的内容。我从2023年6月13号到2023年7月14号的每一天都做噩梦。严重一点的话，我一天会做3到4个噩梦。然后梦境的内容有百百种啊，包含说之前伤害过我的人找到我的住处，然后拿刀要砍我，然后还有好几次梦到尸体，我家附近变成乱葬岗，然后还有梦到被鲨鱼追赶，然后还有梦到被厉鬼缠身，真的还蛮可怕的。还有梦到被霸凌的情节，就像是我被推到墙角，然后被一个女生直接朝我脸正中心揍一拳。每次醒来，我都是大力喘气，冷汗直流，看起来非常惊恐，甚至我会大喊救命，希望有人可以把我从这个梦中拉回来，拉回现实。但我觉得其实我也是能做的都做了，像是去庙里收金啊，看精神科，或者是去心理咨商。我去收金的时候，庙里的人还特别给我一张平安卡，它是经过神明加持过的一张卡片，然后我带在身上可以就是保护我。好像是因为我真的受到蛮大的惊吓。我的精神科医师则是调整我用药，因为我几乎是站着去看医生，然后这是他第一次问我说：“你还好吗？”其实要把这些经历分享出来，需要一点勇气，因为就如同我在前面所说的，我永远都会希望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很棒的人，我永远都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勇敢、聪明、善良又成功的人。如果我向大众坦诚我的这些不足，是不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优秀了？然后我会选择把它分享出来，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一些人。无论是正在受苦于这个症状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这个疾病的人，因为这些人通常是很难以被诊断的，病患本身也未必会有自觉。希望这一支影片可以提起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意识，然后及早寻求专业的协助。这是我真的很真诚的分享，希望你会喜欢。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我是苗栗。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以后的内容。未来我希望可以做更多跟身心健康相关的主题。今天我们就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有些专家认为，高功能忧郁症就是美国精神协会在2002年所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修订版所中的定义的持续，好长哦，感，抱歉。